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肩部作品更新中。哥，这些人的反应有点怪。他们似乎不想和我们为难，只是要把我们困在这儿。没错，老校长说了，陆家跟唐门无冤无仇，不能无礼。只要二位不再插手，我们绝不会为难。这次我们要收拾的只有张楚岚和王振球2个。对不起，好意心领了，但我没法答应。就是张楚岚拜托我们保护她，我们才来的，怎么可能置之不理？这样啊，不愧是玲珑。其实老头子还说过，只要唐门能和陆家交好，陆家人在唐门放肆点也没什么。玲珑，只要加这个微信，我就帮他放了张楚岚。陆小姐，后面的话老校长从来都没说过。滚蛋滚蛋！玲珑，唐小豹这个名字你或许没听过，龙之小豹儿，怎么样？记起来没有？你的后援会呀，我是龙族族长，藏龙那龟儿子没跟你提起过我啊？滚！别跟我提那个玩意儿。哥，要不咱俩先加上？不行。怎么了，几位？怎么停手了？哼，不管啷个，你今天都要再到唐门了。但是我们只是打台，送你上路的正主不是我们哟。唐文龙，又看到了短时间大幅提升身体技能的手段。哈哈，和昨天的态度比，简直180度大转弯啊！不装了？从来没有装。从前对你恼火是真的，现在感谢你也是真的。没有你，我不会这么快看清自己的不足。来吧，第2个。怎么样了？最新消息，张楚岚已经落网了。这样啊，好。对了，官员我忘了带，你的我看一下。啊？算了，没事。躲得开。看来这次头目进来的不是小鱼小虾呀。夏雨清，师母。
侵蚀了。尸魔这小兔崽子，不是听说被天师废了吗？得手了，连毒杖都挡不住。我攻击的只有魂魄，而能抵抗它，只有源于灵魂的强大精神。就算是唐门的名宿，要同时应付你3位，还能留有多余的精神抵抗我的手段，这个难度有点大。怎么样，吕梁？你干活需要点时间吧？这不安全，把他弄走。不，没必要了。这位前辈的精神没有那么强硬，我的手段也不是之前可比的，没必要用这么蠢的方法。不能在这儿久留，快走！这个感觉，什么时候？今日份不对。消失了，怎么回事？换身杖，怎么回事？屠哥，没能先把你除掉，可惜呀，尸魔。唐大爷，要用幻身杖对付我，你最好还是先压压那满身的怒火为好。杀我手足，还指望我心平气和，强人所难了吧？今天就不陪您斗嘴了，秋山前辈无碍，我们几个也告辞了。走。让你说中了，愿淘汰小乔那个张楚岚了。是啊，都让老爷害惨了。所有唐门门人听着，面对这个人的第一要务不是赢，而是不要与他的尸毒接触。尸魔，就是凑了10几个人一起上，最后还让人家废了的那个，看上去就是个身体被掏空的大叔啊。能有多狠啊？刘老师，你知道这人吗？不知道，不过老校长这么重视，你们别当儿戏。咱们也没打过照面，说的好像您有多了解我似的。其实我和我的小玩意儿，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吓人。商量商量，把我们放了得了。那哪行啊？机会难得。就让我见识一下呗。都说了，那满身的怒气您可得控制一下，不然你怎么掩藏自己，都会被他们感应到的。什么玩意儿，黑乎乎的，老校长似乎还挺忌惮，不靠近就行了吧？去吧，所有还没练出毒杖的人都离开这里，剩下的对付其他人。尸魔交给我。闪开！
鸡兔同证。中了！你怎么样？不痛不痒的，啥感觉都没有。没事儿。原本偷袭暗杀用的高速手刀形成的风压，像机关枪一样连续实战，我怎么总是碰上老怪？这么多人，看着还都不软的样子，我能应付得来吗？是吗？好，唐老师，我们这就赶过去。真让你说中了，他们果然来了。真有你的，怎么办到的？居然能让老爷子陪你搞了这么大的动静。说吧，张楚岚，干什么来了？其实吧，也没什么。全姓的人让我来一趟。你说什么？全姓让你来的？啊，是啊。而且这不是重点。既然让我来就来呗。我来就是想向几位前辈了解一下我爷爷当年的往事，顺便通知几位前辈一下，全姓可能也会来。全姓也要来？如果这孩子说的是真话，那么全姓为什么要让他来？周山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这帮人知道他爷爷和咱们的往事，这孩子的到来能转移咱们大部分的注意力。对，让我先来的这个举动简直欲盖弥彰。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你说的是实话的基础上。我为什么要骗几位？你骗不骗我还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刚才说的一切都要建立在你和全姓早有勾结的基础上。你是公司的员工，我还知道你曾经被全姓对付过。如果真是势不两立，就算是那帮疯子也不会想到以这种方式利用你。在这点上你怎么跟我们解释？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呀，我确实跟全姓合作过，平心而论还挺愉快的。你说什么？很简单，是公司的任务嘛。这个任务牵扯到了全姓的人，而任务目标不是全姓。做事嘛，总要分清矛盾的主次和问题的优先级。所以当时我们团队和全姓合作解决了任务目标，也就是那一次我和全姓的人建立了联系。张楚岚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，勾结全姓妖人嘛，十恶不赦。我爷爷和那35位当年不就是因为这个被大伙讨伐吗？立场上我当然向着我爷爷，但我也理解当时大伙的做法。乱世嘛，官方的规则都被打破了，只能用潜规则来约束大伙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。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我是艺人，也是公民。一个公民不违背公序良俗，和其他公民通通电话，有什么好指摘的？其实让我先来这个法子并不高明，因为成立的前提就是认为和全姓联系是大罪，因此我不敢对各位说实话。想这个法子的人一定上了岁数，只有那样的老帮子才会按照旧皇历想问题。我不是说几位啊，几位都是开明的长者。还有件事儿，我得跟几位打个招呼。这次跟我一起来的有个王振球，在我们公司之前的任务中，之所以能跟全姓合作，就是因为这个人。我们和全姓之间的桥梁，就是这个王振球搭建的。哦，那个孩子。是啊，当初指派你不入唐门，这么荒唐的条件，你都差点答应。后来摸了一下他的底，年纪虽小，背景却极复杂。但各位知道他的手段之一吗？神格面具。戏子夏柳青。我不下结论，只说事实啊。因为这次可能会和全姓干起来，我自己带了几个帮手，王振球并不在其中，他自己搅和进来，我只能说耐人寻味。对了，和我联系的全姓叫金凤婆婆，和夏柳青渊源极深。你说，都是你说的，你
你这张小嘴真能说呀！所有的东西随您求证。小明，去打听一下这个王振球和夏柳青的关系。小张啊，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想怎么办呢？我只是来送信，您几位拿主意啊？别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不管他们来不来，干什么，让我先来的目的就是给您这儿添乱，越乱越好。他们要乱，我就给他们来场乱子呗。因你而起的乱子。没错，如果用钻牛角尖的方式思考的话，您和我双方说有仇也不为过。他们要的就是这个。让小明通知门人做好准备，都带上官员。官员？我们门里的小东西。按下它，所有门人都会知道在何处发生了异状。好，知道了。你跟门人都交代清，该怎么办，你已经知道了。小明已经查清了，那个王振球和夏柳青关系很深。不过他毕竟也是公司的人，真有什么状况的话，我建议隔离他，不要太狠了。唐校长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感慨啊，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周旋在全兴和我唐门之间，你还真不愧是张怀义的孙子。唐校长，我爷爷当年和唐门的往事，您能不能……告诉你也没什么，因为到现在我们也是一头雾水。事情很简单，当年你爷爷夜闯唐门，被师兄杨烈发现，师兄要我们守好唐门，自己就追了下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就传来了师兄和其他一些名宿与你爷爷在山中同归于尽的消息。具体的细节我们也不知道。那我爷爷为什么要夜闯唐门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个答案随着张怀义与我师兄的死亡，可能再也没人能告诉你了。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小张，要不要动手？好。摆了这么大的阵仗，他们来了倒好说，要是他们没来，张楚岚……哎呀，没来就真收拾我呗！您门下想收拾我的人太多了。您叫他们给我留条命就行，出出气得了。谭校长，既然谈崩了，咱们做的真点儿，给我做点伤。行啊，来，您照着鼻子来，看着血了呼啦的，严重的。用不着那么做作。我说，你们唐校长到底用的什么手法？就快到了，官员显示就在面前。停下来！走吧！刘哥，这没用，我试过了，过去。小凤，解决了？解决不了，没办法的。小凤，小凤怎么样？暂时看不出什么，就是昏过去了。刚才明明看到他身上，我也不清楚。你们去老校长那边吧，这里我看着。
这些到底是？校长，老校长，怎么回事？尸魔原来是这样的，还真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啊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走开，别缠着我，滚！莎莎，我不是在说你。就是那个什么尸魔的手段吗？是也不是。他们现在身上的这些东西确实因尸魔而起，不过这些玩意儿并不是尸魔的，而是他们自身三尸的显化。你们知道四张狂吗？知道，全性的4个妖人，对应着酒色财气4种恶习。小龙，你喝酒吗？啊，无酒不成礼仪，无色路短人稀，无才仕路难行，无气倒被人欺。4张狂真只是这4个字，才没什么好怕。借麻醉以逃避，迷恋于任何形式的快感，不加节制的占有，任由情绪来主导自身，这才是酒色财气恐怖的地方。不过说到底，这4样更多是来自这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影响。但三尸不同，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3种原罪。据说厉害的修行人能够彻底抹除三尸，对诱惑不动如山。可这个尸魔奇异的地方在于，它没有抹除，而是控制了三尸，显化出来为己所用。沾染了尸魔的人，三尸也会被显化，但却无法控制。如影随形，一生被其所困。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，这一辈子算是废了。没有彻底抹除三尸的方法吗？有，而且说起来简单得很。你有一颗坚如磐石、绝不动摇的心就行。这方法简单吧？你能体会其中的难处吗？在体内都难以除去，何况现在显化出来，日夜骚扰他们。没想到一个尸魔就……不，这正是超出我想象的部分。虽然没有面对过，但一看到他，我就叫没人加以防范了。确实有个别人中了招，但被尸魔引逗出来的三尸，并没有再引逗其他人的功效。而真正让我措手不及的是另外一个小孩，我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但那孩子与屠军房一样，拥有操纵自己三尸的能力。虽然只有2只显现，但那却是远超屠军房的尸魔。这是什么？放下！不行了，杰芬儿，走，快走！小子，老夏和金凤都折了，撤！啊！校长。大致就是这样。拥有比屠军房还嚣张的尸魔，全性还有这么出来！这么大的阵势都是套路，还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？啊，提前说了，怕骗不了这帮全性嘛。反正唐门的人也不会对你们动真格的。对了，你们一路见到宝儿姐没有？没啊。